Hi guys， 欢迎回到初心熟男，一个红遍了全世界的超级巨星，生涯总收入超过3亿美金，但坎坷的命运却让身边的人一一离他而去，过着像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我要写个惨字。很多人喜欢他独特的孤寂感，却很少人知道他身上这些悲伤的气质，其实是来自于生活中接踵而来的打击与悲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好莱坞最凄凉的天煞孤星 Keanu Reeves 基努·里维。本集节目由 OAOA 独家赞助。1964年 ，Keanu Charles Reeves 出生于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父母在他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异了。由于母亲之后又再婚了3次，从小他与妹妹就跟着母亲过着不停搬家的生活。除了黎巴嫩，他还待过澳洲与美国，最后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长大。患有轻度阅读障碍的基努·里维并不是个听话的学生，比起让他充满挫折的课业，对运动与打架他似乎更为擅长。高中就换了4间学校，虽然是个问题学生，但他在冰上曲棍球上的天赋却相当惊人，拿过校际比赛的 MVP， 又被称为 The Wall 攻不破的大墙，所以始终会有学校愿意收留他。15岁一次练习时的重伤摧毁了他的体育梦。由于母亲与继父都在影视产业工作，他很快的又在舞台剧中找到了目标，一股脑的投入表演的世界里。不但自己打工赚钱报名夜校的演技训练课程，还会专程开8个小时的车到纽约参加剧团。17岁的时候，基努·里维就在家人的鼓励下从学校辍学，以一支可口可乐的广告片进入演艺圈。You dig down deep, decide to find. You've really gotta want it. The strength that you need, the will to succeed. This is it. It's for him and for him, for you. Hey, I'm proud of you. Really proud. A Coke. The biggest taste in China. Great race. Who's your coach? My dad. Coke is it. 新人时期，他大部分都是演一些无关紧要的青少年角色。但随着他的外貌开始成熟，帅气又带点东洋气质的特色让他试镜越来越顺利，戏份也越来越多。尽管他的演技十分青涩，但出色的外形却让人过目难忘。例如让他第一次获得注目的独立电影《大河边缘》，导演就说，当基努·里维一走进试镜间里，他就知道这个小子未来一定会成为大明星。果然，才经过2年，他就靠着演出《阿比与阿弟的冒险》知名度大开。只是他所饰演的阿弟是个脑袋不灵光、只会呆萌傻笑的蠢蛋。这部以穿越时空作为主题的校园喜剧非常受欢迎，结合摇滚乐与无厘头的风格，引起一阵青少年的模仿潮。很快的就推出了续集电影以及2季共21集的电视动画。只是这个无脑的角色太过深植人心，反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限制住他的发展，让他后悔不已。All I'm asking for is 90 seconds of your life, Johnny. That's it. Fear causes hesitation, and hesitation will cause your worst fears to come true. I can't do this. Sure you can. Who knows? You might like it. I am an FBI agent! I know, man. Isn't it wild? We can make our own rules. Why be a servant to the law when you can be its master?为了摆脱傻小子的形象，基努·里维很积极地接演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例如在《吸血鬼真爱不死》中，他就苦练英国腔，演出与吸血鬼对抗的年轻律师。为了诠释惊爆典礼的卧底警察，他回到父亲的故乡夏威夷，拜师在职业选手 Dennis Jarvis 的门下学习冲浪，甚至为了要在宗教电影《小活佛》中扮演释迦牟尼在修成正果前还未出家求道的尼泊尔王子。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拍摄期间更是只吃水果与喝水，模拟佛陀苦行悟道的过程。虽然在演技上的火候仍是有待加强，
但他的演艺之路的确在这样的努力下越走越宽，逐渐获得业界的认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男人的一半还是男人》这部艺术电影。基努·里维在剧中挑战演出一个叛逆的官二代，为了体验人生跑去当男妓赚钱。刚开始他在收到剧本时非常激动，骑着摩托车来到1000英里外的凤凰城，只为了亲手将剧本拿给他的好友瑞凡·菲尼克斯，并积极地说服他演出。因为他觉得剧中的主角麦克非他莫属，也很有发挥的空间，若是好好演，说不定有机会得奖。结果与他同样来自破碎家庭、度过居无定所童年的瑞凡，在试镜成功后，对导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找基努·里维一同演出，否则他就放弃不演了。事后证明，基努·里维的预感一点都没错。瑞凡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想找回失散多年母亲的青年。一场在篝火旁笨拙的告白戏码被媒体形容为一场美妙的奇迹，为他夺下了包括威尼斯影展在内的多个影帝奖项。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为了入戏，瑞凡也因为此片开始染上毒瘾。Miss, can you handle this bus? I need to know, can you handle this bus? I'm fine. Just tell me what the plan is. Just for you to drive. We're okay for now. Just keep us above 50. Good plan. Well, I should probably tell you that I'm taking the bus because I have my driver's license revoked. What for? Speeding? 1994年，由基努·里维与山卓·布拉克所主演的小成本电影《捍卫战警》在上映后开出红盘。虽然大部分的场景都集中在公车、电梯或是地铁的小空间里，但环环相扣的剧情与绵延不断的危机让人看得冷汗直流。精彩的警匪斗志让整部片毫无冷场，以近12倍的投资报酬率，在全球斩获了3.5亿美金的票房收入，并拿下了该年奥斯卡奖的3项提名与2项大奖。2位主演更是一夕爆红，跻身巨星的行列。与在金爆点里，整部电影他都被派崔克·史威兹压过的状况不同，如今身形更加魁梧，顶着个利落寸头的基努·里维又帅又 man， 散发着阳光迷人的性感魅力，机智聪明又英雄救美的形象，一下子就让他成为了许多女性心目中的梦中情人。不过，观众不知道的是，尽管靠着此片缔造了演艺生涯的高峰，但此时的他其实正面临着濒临崩溃的打击。在拍摄《捍卫战警》的期间，瑞凡·菲尼克斯这位才华洋溢的明日之星，也是基努·里维惺惺相惜、形同兄弟的好友，在23岁就因为吸毒过量而猝死。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将问题归咎在是因为自己找他演出《男人的一半还是男人》才让他染上毒瘾。自责的情绪让他无法从痛苦的情绪中脱离，迫使剧组必须停工。《捍卫战警》的导演就回忆道，基努回归剧组时，整个人都不对劲了，变得很不爱说话，还主动要求要亲自演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跳车戏，让我差点吓出心脏病来。女主角山卓·布拉克也透露，拍摄期间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她一直在掩饰着内心里巨大的悲痛。某一次，当基努·里维在宣传《捍卫战警》时，记者又问到他对瑞凡的英年早逝有什么看法，他好不容易才吐出了几个字，还能说什么呢？我很想念他。说完，他转身背对着镜头，久久说不出话来。挚友的奏事让基努·里维品尝到命运的无情，也因为瑞凡曾不断跟他提到名声鹊起后所带来的压力，让他没有因为捍卫战警的成功乘胜追击，反而接演的都是些小众的文艺片或剧情片。就连福斯电影公司提高了10倍的片酬，以1200万美金找他演出《捍卫战警》的续集，也被他拒绝了。厌世的跑到加拿大的曼尼托巴戏剧中心，以每周1000多美金的薪水接演《哈姆雷特》的舞台剧，气到福斯直接把他列入黑名单，封杀了他11年之久。同时，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的摩托车友到处展开公路旅行，或是整天跟由他担任贝斯手的天狼星乐团混在一起。想要漂泊的时候，就请经纪人安排巡回演出，反正只要可以让他远离好莱坞或是纽约就好。这些自毁的行为以及难以捉摸的脾气，都让基努·里维的演艺生涯黯淡了下来。
浪人般的生活过了5年。这时华纳兄弟影业正因为有部电影的剧本太深奥，一直找不到一线大咖愿意演出，所以他的经纪人就很有技巧的先安排了一大段的空档，然后跟他说，有部电影里面有很酷的中国功夫跟很炫的子弹时间，但剧情太深，一般人都看不懂，这种怪片你应该不会有兴趣吧？ But could you pay me in advance? You serious? Let me tell you why you're here. The Matrix. Unfortunately, no one can be told what the Matrix is. You have to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You take the blue pill,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1999年，在那个 YouTube 都还没诞生的年代，骇客任务横空出世，震撼了全世界影迷们的想象。新颖庞大的世界观，一共花了3部片才把导演暨编剧沃卓斯基兄弟想传达的概念讲完。炫目的视觉效果，带有哲学意味的剧情，华丽的武打动作，开创了科幻动作电影的新时代。更神奇的是，就算是20年后再看此系列，还是不显过时。反而会对他那预言也预言式的观点赞叹不已。关于骇客任务的评论与解析，我想一些影评、科普或是杂谈类的频道已经说了很多，我在这边就不野人献曝了。但当年我第一次看到由基努里维所饰演的救世主 Neo， 那个装逼到不行的黑大衣、黑墨镜造型，配合着各种超炫炮的奇幻招式，真是酷到合不拢嘴，帅到合不拢腿。尤其是 Neo 3个字母颠倒过来变成 Chosen One 被选定的那个人，从设定到呈现，里里外外浑身上下全部都是屌炸天的状态，让他在沉寂多年后再度翻红。根据媒体分析，光是骇客任务3部曲的片酬加上分红，就超过了2亿5千万美金，他也成为好莱坞最赚钱的巨星之一。基努里维其实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体质，拍戏时常会需要每天修剪或剃胡，但若是跟他一样又有敏感肌的朋友，难免会有刮胡后皮肤红痒的问题。这时若是能配合一罐优质的抗敏精华液，不但可以舒缓敏感的肌肤，同时还可以进行保湿与修护。OA 是日本研发专为敏感肌肤设计的品牌，可以帮助敏感肌肤修护，温和的改善痘痘问题，不含酸类，天天使用也不会造成肌肤刺激。若你也有肌肤敏感的困扰，这瓶 OA 敏痘精华不但可以修护，又可以抗痘，还通过法国、日本、SGS 等多方测试与检验，一瓶就能搞定 ，CP 值非常高。到了天气干冷的季节，刮胡后的保养尤其重要，使用抗敏感的精华液绝对是个聪明又省事的选择。当然，不只是男性，有敏感肌的女性朋友也很适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OA 的脸书粉丝团免费跟他们索取试用品。最近刚好周年庆，需要补货的朋友也请把握机会哦。即使骇客任务3部曲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命运之神依旧没有放过这个男人。在骇客任务第1集上映后，基努里维的女友珍妮佛在怀孕8个多月时就不幸流产了。痛失女儿的状况下，让2人都非常难过。珍妮佛更因为自责而患上了忧郁症。1年多之后，就因为服用抗忧郁药物造成精神涣散，发生车祸撒手人寰。他暂停了所有的工作，强忍着悲痛处理女友的丧礼，并亲手护送她的棺材入坟，把她葬在2人死去的女儿身边。隔年，当他重新振作投入骇客任务续集的拍摄时，他的妹妹又突然因为白血病恶化住进医院，他只好再度暂停工作，花了许多钱盖了一栋专门的治疗所，并用尽所有的资源找来全世界的名医，无所不用其极地照顾这个从小就跟在他身边的妹妹，害怕命运又再次把他身边的人夺走。Things I've beaten. Things most people never even heard of. And now I'm gonna be done in by this. You save me before you can do it again, right? This is aggressive. Yeah, that's a good idea. Come on, Liz. John, you really need to prepare. No need. I already know exactly where I'm going. 在接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基努里维演出了改编自 DC 漫画的奇幻剧《康斯坦丁：驱魔神探》。
在里面饰演一个被天堂与地狱抛弃，只能游荡在人世间对抗命运的灵能者。这部片因为改动了许多原著的设定而遭到批评，却成为史上最具深度、最有娱乐性，也最好看的戒烟与反轻生广告。康斯坦丁真的非常劝世，十分值得推荐。如果你身边有需要戒烟或是急着想投胎的朋友，这部片请务必分享给他们。基努·里维在片中根本就是本色演出，跟康斯坦丁的人生一样，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一被夺走，就算对这一切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留在人世间一个人感受那种孤单与寂寞。悲伤或流泪什么的，他已经无感，残存在这濒临崩解的身体里，只剩下无止境的堵拦，完美的呈现出主人翁康斯坦丁的无奈。就如同他在采访时所说的，常有人会以为时间久了，难过与痛苦就会过去。不会的，当你深爱的人们离开时，你就永远是一个人了。这个地方不需要友善，我注意到了。我想他们不需要爱和和平的。我以为能和他们讲道理。任何规劝都是没用的。这是你对他们的正确评估吗？他们具有毁灭性，又不肯改变。我会尽快启动程序的。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基努·里维是不是也跟康斯坦丁一样，渐渐对人生失去希望？以前那个表情丰富、会耍笨搞笑的小鲜肉，现在却给人一种冷酷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在他演出当地球停止转动那个外表像人类的外星人时，大家还会说：“哇，基哥的面瘫式演技好传神哦。”后来才发现，他之后的每一部片都是那样面无表情，隐藏着哀伤的模样。千篇一律的演法加上接戏没有规划，让基努·里维又陷入了低潮。所演出的作品差评不断，有些还真是烂到让人怀疑人生。想说基哥，你是不是被盗账号？他也成为金酸梅奖举办以来前25年入围总数的第2名，只小输给阿诺一次。在票房号召力上，他也是判若两人。2013年由他主演的超 A 级大制作《浪人4期》，据说票房之惨烈还让环球影业大赔1.75亿美金，真是不论在戏里或戏外，都是个直通地狱的节奏。Careful. I thought you were John Wick. He killed my nephew, brother, and dozens of my men. Whatever you do, do not cross John Wick. Do not touch his dog. Do not steal his car. Do not borrow his phone charger. This man takes revenge seriously. 基哥的人生就是那么的戏剧性，在票房大爆炸的隔年，他就靠着主演史上最强动物保护宣传片《捍卫任务》，那个男人又从地狱咻的一声就回来了。基努·里维还是一样话不多，演出也是一如往常的面瘫式演技。但是你弄我狗狗，我就弄你全家，全家就是你家。这种简单粗暴的设定，根本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我这么说可是一点都不夸张。妻子病逝，生无可恋，一个人对抗整个黑帮的剧情，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撇除被动保团体业配的部分，《捍卫任务》绝对是一部动作片迷们非看不可的作品。John Wick 一路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枪射到没子弹也待就补。This is a pencil， 话音刚落就立刻送人上西天。干净利落的动作，节奏到点的配乐，加上由杀手们所建立的地下秩序，让人看到大呼过瘾，肾上腺素飙个不停。口碑与票房也渐入佳境，5年内一连拍了3部电影，从小成本的 B 级动作片逐渐发展成获利丰厚的商业片 IP， 再度重振了基努·里维的雄风。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基努·里维好像也没那么悲情，每次低潮个几年就会再度翻红，应该反而是个受上天眷顾的男人吧。我只能说，基哥的确演技没那么强，音乐造诣也是马马虎虎，票房表现更是没那么让片商放心。但他却有个地方是无人能敌，那就是善良。他也是我认为在这么多好莱坞的一线大咖中，最有可能拿起雷神之锤的男人。哦，如果不考虑好莱坞的话，南韩的国民 MC 刘在熙说不定也是有机会的。
基努·里维林林总总的暖心之举多到数不清，而且提供内容的来源几乎都不是公关公司，而是来自于像你我这样的市井小民。真要提的话，绝对足够我再制作一支影片。而他这些不计较金钱、慷慨助人的善意，似乎也在无形之中慢慢的帮助到自己。例如让他成功翻身的《捍卫任务》系列，主创与导演史塔赫斯基与大卫雷奇就曾担任基哥在《骇客任务》3部曲的替身。没错，当年基哥在杀青时所送出的12部哈雷机车里，受赠者中就有他们2人。现在你应该会知道为什么 John Wick 这个角色由基努·里维来饰演会这么适合吧。 I've had dreams that weren't just dreams. Am I crazy? We don't use that word in here. 睽违了近20年，经典神作《骇客任务》在2021年推出了最新作品《骇客任务：复活》。基努·里维在万众瞩目之下，再度以 Neo 一角回归，还未上映就引起了极高的讨论与关注。但对基哥的粉丝来说，这些都比不上他在2019年与新女友在公开亮相时那样让人震惊。原因是因为命运将他深爱的人一一夺走后，我们就没看过他幸福的模样了。就算是在戏中微笑着，他的表情仍然有股隐藏不住的落寞。这些年来，3不5时就会有粉丝分享他们捕捉到野生基努·里维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他总是形单影只，身边没有朋友，没有保镖，在公园吃个三明治也只有鸽子陪着他。生日时，他就在杯子蛋糕上插着一根蜡烛，坐在路边若有所思。平时他没有任何一点巨星的架子，不请司机，出门时就骑着摩托车或是搭地铁。一套西装穿了30年，鞋子破了就用胶带贴一贴。粉丝们看到他也舍不得去打扰他，因为他身上总是流露出一股悲伤，让人不忍心靠近。所以当终于有人走进他的世界，陪伴在他的身边时，老不老、丑不丑，对真正关心他的粉丝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因为孑然一生又慷慨善良的他，如果只能这样一直悲情下去，这个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吧。某次，当基努·里维在节目上被问到，当我们死后，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通常遇到这种问题，标准答案都是打哈哈带过。但他没有思考太久，语调平静地说：“我认为那些爱我们的人将会想念我们。”这个充满智慧的回答反而让主持人语塞了，只能尴尬地握住他的手，表达敬意。不论是呼风唤雨的 Neo， 或是万夫莫敌的 John Wick，那都只是他在荧幕上的形象。现实生活中已经耳顺之年的基努·里维，在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他仿佛看透了生死，至今眼神一样干净清澈，待人一样温暖善良，就如同他的名字 Keanu 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一股吹过山头的清风，那样让人舒服又难以遗忘。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剧场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帮我点赞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基努·里维的朋友，对我会是个很大的鼓励。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